Hello， 大家好，我是堂主啊。2024年年度总结，它终于来了啊。然后我今年呢，主要就是干了2件大事。第一件事呢，就是做出了非常符合我自己个人风格的一个赛车纪录片。然后这个赛车纪录片呢，反正大家也都还挺喜欢，反响比较热烈，流量也还不错。第二件大事呢，就是我自己的小米的流浪地球计划做的也还挺成功的，大概做了6集片子。然后 B 站和某音就光这2个平台加起来流量上亿，单独在 B 站1集片子1300多万的流量，也是 B 站汽车区唯一一个上过 B 站的热搜榜1的作品，也是 B 站汽车区唯一一个迄今为止上千万的汽车区的作品。所以这些东西呢，就反正还挺让我骄傲的。就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小伙伴，就是跟我一起就是合作的比较愉快，也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吧。那关于这2个事呢，我们今天就此给它深入展开一下啊，聊一点大家都好奇的话题。首先先从赛车纪录片开始说起。关于我玩赛车呢，其实熟悉我的一些老朋友就知道，其实我玩赛车也没玩多久，大概从2019年年底开始的。那个时候刚开始是因为一台 BRZ撞了的 BRZ， 我自己弟弟撞了的一台 BRZ， 然后我帮他修完了之后，发现这个车修车要花14万，然后修好了之后最多只能卖15万，于是我就想，那还不如留着自己玩。然后就这样一步一步从玩圈速赛开始，然后到后来参加我的车手，积攒了一些正赛的经验，直到今年自己花自己的钱开始独立的参加比赛。其实今年是我自己花自己的钱参加比赛的第1年，运气还不错吧，反正取得的一些成就我觉得还可以啊。就反正首先是烧了100多万换了桌面上这些奖杯，左边这3个是我今年参加3站 CEC 拿的3个亚军，右边这排呢有参加超级联赛的，有参加这个 GT4 上海8小时耐力赛的，有参加一些其他的比赛的，但主要的呢还是现代的 NCUP 统规赛，我参加了全年，运气比较不错拿到了一个 NCUP 的全场组年度冠军，没有任何定语的年度冠军。说真的，这个奖杯还是真的让我觉得非常骄傲的当然我知道有一些不喜欢我的人就觉得这东西对吧，一个低组别的一个就是前驱车的统规赛冠军有什么了不起的？那我告诉你，非常了不起因为统规赛在我们国内就是含金量最高的比赛。保时捷、法拉利，包括任何厂队，他们选车手永远都是从统规赛的冠军里面去选，不可能说你去参加一个那种水的不行的比赛，然后你选一个冠军成为他们的一个职业车手，那不可能。他们那些人选厂队车手都是从类似于保时捷、卡雷拉杯这种统规赛里面去选，所以统规赛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都是含金量非常高的比赛。而且我们今年现在 NCUP 的比赛高手如云，来了非常多的以前的老车手，甚至包括一些现役的职业车手，还包括一些模拟器的怪物。所以我能在这么多强手如云的人里面，反正运气也好或者各种也好，反正拿到这个年度冠军，这个东西真的我可以吹一辈子。就是这样。我也知道大家今天不是来听我吹牛逼的，对吧？大家更好奇的是我今年这个赛车到底花了多少钱。那我简单给大家盘点一下。首先 CEC 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本来想参加全年的，然后交了25万的报名费，一共5站，5万块钱一站。但结果呢，我跑了1站之后，然后因为跟原来的车队闹了一点点的小矛盾，一直到赛季结束最后退了我12万等于我就花了13万。但是这个东西呢还不包括我每次去跑 CEC 的时候，我的团队对吧，整个人工反正人吃马喂的，就各种花费就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基本上我们每次一外出，我们的整个这个行程的开支起码就是1-2万这个是一点不太夸张。我们今年大概一共出去了13次就是光行程花费就得去到起码20-30万一点不太夸张的。然后就是 NCUP 是报名费是25万，但是实际上包括换轮胎、换刹车皮、车损还有各种各样就是这个比赛里面的花销实际上我们最后算了一下，大概花到了接近40万，这就多少钱了？这就50
3万了，对吧？啊，这个也是没有包括那个所有的行程开支的啊。超级联赛我们花了将近10万块钱，然后上海的8个小时耐力赛，我跑 GT4。报名费花了15万，还有参加韩国 NCAP 最终全球的统规赛啊，鄂尔多斯的 CEC 跑红旗的 H5，CDCC 跑领克03++TCR， 宁波领克 Cup 统规赛，然后 NCDP 现代 N2 统规赛，珠海的 TCR 比赛，然后还有前不久的日本富士4小时耐力赛。这些比赛呢没有花太多钱，因为这些比赛呢它多多少少会有人给我赞助，但是这些比赛呢我也花费了一些路费啊，乱七八糟那些，其实费用也不菲。所以实际上，你光从刚才的报名费，你就可以看出来，13万加40万就53万，53万加10万的超级联赛63万，63万加15万的 GT4 的报名费就是78万。这78万只是纯的报名费，然后比赛里面真正花的费用，然后你再加上路费这些东西，妥妥的就是100多万。所以我跟大家说，我今年玩赛车花了100多万，只多不少，不带任何夸张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的小米苏7也花了不少钱。小米苏7买车花了31万多，修车花了5万多，买轮胎都不算刹车啊，就光说轮胎，小米苏7我买了1套 PS4S， 5套 PSEV， 2套原厂的尺寸的 Cup2R， 2套前后285胎宽的 Cup2R， 这6套10套，这10套轮胎加起来就10几万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为了做小米苏7这个赛车纪录片，光是前3集还是前4集片子，我们在上海待了多久？待了2个多月。我们待了2个多月，都是天天住酒店，我们一小团队3个人。2个多月没有回北京，吃喝拉撒全在上海。那段时间花了多少钱我已经算不清了。然后今年我还买了一台现代的5N嘛，车子就花了40万，然后再加上买轮胎啊，然后去外地做节目，乱七八糟。所以今年算上赛车，算上买小米苏7和5N，以及为了这2台车去外地做节目，今年妥妥的花了200多万啊，就只是做这2个项目200多万。所以今年我真的是花了很多钱，而且今年我花这么多钱，肯定会有人说啊，这个肯定背后有很多人给你这个，对吧？下单大力的赞助。其实你想多了，今年我做这些事情真的都是在吃老本。今年的确啊，我承认我接了几个商单，但是我接的那几个商单，我告诉你，连我赛车的报名费都不够。然后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今年玩赛车嘛，拉了2个赞助，然后其中有一个赞助最近还因为我跑小米苏7，然后用了它原厂的刹车皮，表示不满，然后跟我发生了矛盾，然后我们就解约了，然后我还把其中一部分的钱给他退回去了啊。但是呢，其实我们今年赛车纪录片都已经拍完了，然后我们的片子里面大量的镜头其实都已经带上它了。然后你说我要做一个赛车纪录片，我把那个关于它的所有的镜头全都码掉的话，也不现实。然后你看我们的赛车纪录片做了大概7、8集吧。赛车本来是一个非常冷门的小众的一个行业，其实以前像我这样做赛车纪录片的人有没有？有很多，但是很少有能做出大流量的。然后我们做出7、8集的片子，在 B 站单站就做出了1000多万流量，这个真的是很现象级的一个存在。但即便我们有这么大的流量，其实赛车依然是非常的难以拉到赞助的，这就是当下的一个现状。然后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中国目前的汽车产业，其实大多数的汽车品牌还是追求舒适家用，冰箱、彩电、大沙发嘛。所以关于运动风格、关于赛车风格、racing 这种风格的汽车品牌本来就寥寥无几。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个小众冷门的道路，就注定这条路漫漫且修远兮，所以我们之后的商业化的道路也会相对比较艰难。但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就是趁年轻吧，就是有梦想就去追呗。我今年其实为什么花这么多钱去玩赛车呀，做那些东西，其实也都是说白了就是圆我年轻时候的一个梦。但是圆梦反正对吧，要花很多钱啊，这个我身上今年就是
一个很大的教训。但我不后悔啊，因为我要再不做的话，可能等过几年，我即便是想做，我可能都有心无力了。然后就是今年我们片子大概出了50个左右吧，但这50个片子里面，其实大制作相对比较多，小制作反而相对比较少，啊，所以我们今年量比较少。但我们今年可以非常自豪的跟所有喜欢我们的朋友说，就是我们今年的所有的片子都非常的用心，就是你们看过我们的片子就知道啊，就是不管是从文案、画面、声音、BGM 啊各种东西处理都非常讲究细节，所以我觉得至少就视频制作这一块，我们还是对得住喜欢我们的朋友的。然后呢，也有很多人说今年我是转型最成功的媒体人之一啊，这个对吧？小米苏7撞车啊，一撞出来一个惊天大热门。首先我肯定是非常感谢小米这个公司，也感谢小米苏7这个车。但其实我的赛车纪录片在小米苏7撞车之前就已经做了啊，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几百万流量的作品了。实际上这是2个维度的事情。我当然感谢小米啊，但我的赛车纪录片跟小米那个其实没什么关系，这个是我们自己整个团队，大家精诚合作，然后加上粉丝朋友们比较喜欢我们，支持我们啊，所以才有的结果。然后第3点就是今年我们的确接了几个商单，但是我们接的那几个商单呢，还不够我们交报名费的。也有人说啊，这个堂主这个已经是现代 N 的形状了啊，但实际上我从现代 N 接的那几个活动的那个商单，还不够我跑现代 N Cup 同规赛的，所以你最多只能说我是现代挣钱现代花啊，1分没有带回家啊，甚至我还死死的往里面咔咔贴钱啊，真的一点不带夸张的。然后呢，第4点就是今年这个赛车纪录片，包括我为了做小米苏7的内容、文的内容、买车呀这些东西，就花的这200多万，真的是把我彻底搞穷了。就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啊，我前2年高位接盘了北京的房子嘛，把我头几年挣的钱全都搭进去了。实际上今年我就等于是在吃老本。然后我的做内容的这个大概的一个分水岭，其实可以从2022年开始算起。2022年之前呢，我大部分的精力其实是放在主要以做生意为主啊，视频其实只是辅着做的。那个时候就是我手里面有什么车我就做什么车，视频其实没有经过什么精密的规划呀，然后经过精心的制作什么，就是说白了没有拿视频这个东西当主业啊。就我头7、8年做媒体人那会儿，我7、8年可能接过的商单一个手都能数得过来啊。然后2022年之后呢，是一道分水岭，我开始尝试以视频制作为主业。所以2022年、2023年，我主要以做易车中古计划为主。其实我自己的这个账号也都没有，当做主要的平台在做。其实在这之前，我也主要是把我 B 站也好啊、抖音也好，是当做分发的平台。在2022年之前，其实我的主要的精力是放在了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但是2022年之后呢，我的视频的主要阵地转到了B 站。然后到2024年，其实我才是真正的以运营我自己的堂主撩车为主要的平台的第1年，真的，2022年、2023年我都在做易车中古计划嘛，2024年我才开始做堂主撩车这个账号，就是真正的全身心的投入在做这个账号。所以其实我作为真正开始独立运作这个账号的第1年，也是独立参赛的第1年，取得这些成就，真的我还挺骄傲的，说实话。挺骄傲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get 到我的心情，反正对我还挺骄傲的，反正我也特别为我们整个团队感到骄傲。然后呢，聊完了这些东西之后呢，大家今天也不全是来听我对吧叙旧的，聊一聊2025年我们的大致的一个规划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走赛道风格，走运动风格，做这些玩车类相关的内容，这个明年肯定还是会接着做啊，这个风格肯定是不会变。虽然我知道这个风格比较小众冷门，并且这个行业里面其实也有一些对吧，这个别的很多人在做啊，包括有很多职业车手啊，其实就有很多厂商，哪怕是做商业投放的时候，他们其实也会
很多的去考虑很多的职业车手或者一些别的媒体人，其实轮到我来做这个东西，其实都很少啊。但我喜欢这个东西吧，所以我就肯定还是会坚持继续去做。但是呢，明年我肯定会多去跑一些活动，多去做一些新车的内容啊！我真的得卡点饭了，不卡饭我明年肯定是活不下去啊！所以对这个大家谅解就谅解，谅解不了也没有办法。这个明年我肯定要往这方面去做一做。但是我明年的赛车纪录片啊，还是会接着去做。第二点呢，我可能明年跑赛车的话，我可能会开放一些小额的赞助，或者改变我的赞助方式啊，不会再像今年这样赞助了。今年这样的赞助方式，我觉得一是拉到赞助的这个厂家会比较少。明年我可能会开放一些小额的赞助方式，然后吸纳一些，对吧？这个资金不是那么充裕，但是愿意来投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平台啊，不管以什么样的合作方式，我们到时候商量一个具体的方案，我们明年去执行嘛，啊，也算是给我赛车这个cover 一些成本。第三呢，我明年的一个大致的赛车计划就是去考上国际 C 的赛照啊，这样的话我就能去国外比赛了，比如说去韩国、泰国、日本、新加坡、欧洲啊，有了国际 C 的赛照，我就能去这些地方比赛了，包括澳门。明年我大概主要的几个规划有可能是 NCAP 啊，因为 NCAP 明年升级了刹车，我觉得还挺有意思，有可能会继续去跑 NCAP， 也有可能会去跑86的路车赛，也有可能会去跑 TCR， 也有可能会挑着跑一些我感兴趣的比赛，因为明年我还不知道我明年到底有没有钱去跑大量的比赛，如果没有足够的钱的话，那我就去跑少量的比赛就好了，跑我喜欢的比赛就好了。然后第4点就是，明年我会让老李把他的修车的工作室给他开起来，然后呢，我们会去接一些这个粉丝朋友啊、网友的一些修车的单子。如果这里面有一些有趣的车，我们会专门拿这个修车的内容，然后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有趣有用的一些修车呀、玩车的一些知识和经历。这就是我大概的明年的一些计划啊。不管怎么说呢，明年的这个内容肯定还会像今年一样非常认真详实的去做，所以呢，我希望明年还是会有广大的朋友网友来支持我们啊，喜欢我们，这会让我们在创作的道路上会更加的有激情。再次感谢大家在2024年对我们的所有的支持跟热爱。2025年我们会继续做我们自己啊，做我们自己独特风格的账号的内容啊，谢谢大家。那在此呢，祝屏幕前的所有的喜欢我们的观众啊，这个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啊，明年多赚点钱，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那 OK， 那我是堂主，我们年后见，拜拜。